家好，我是 Unix， 今天简单带大家来逛逛台中有名的旋转花市。花市内有附设免费的停车场，对开车族相当友善。这一下有这个虫害终结者，整体的空间很宽敞，场内的植物也有分区，很方便选购。这里的指标也清楚好懂。这里的小豆树才80块啊！小豆树的叶片呢，它到晚上会盖起来，代表它在睡觉。我之前有买一个小豆树，不过被我家猫一口吃掉。这个大盆的，1盆300，我觉得放在家里超疗愈的，它也算是新手友善的绿植。我也喜欢来逛他们家的兰花，品相多之外，不时会有特价可以挖宝。往2楼走，有多肉植物、块根、鹿角蕨，还有挖宝区。每一个角落都被绿意包围，就像室内的小森林。大型的观叶植物这里也很多。王侯鹿角蕨，它这个的话大概才640块。那你手上那是什么？这个的话是因为我原本买的圆形兰它已经凋谢了，然后我想问看看，可以帮我换。对，全部都才25元，超便宜，超适合来挖宝。你看，这个西瓜皮才25块，超可爱，而且好便宜。还有这边，这里的猫草是我买过最便宜的猫草，一样1盆才25元。我之前有买过1盆沙漠玫瑰。就要放在我们家西晒阳台，竟然死掉。这里的小豆树加一大盆竟然才1600，我也是，我觉得价格算是蛮实惠的。战利品，这个是我换盆的龙泉草，龙泉草是40块，然后加上换盆的土费跟工本费，这样总共1盆变100元。但是猫草是要给我们家猫咪吃的，还有这个西瓜皮胶草，这1盆都是25元，所以这样总共是50块，是不是很便宜？那我从花市回来了，那你们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些，是我目前在家里的所有绿植，而且它们全部都是宠物友善的，因为我们家猫咪特别喜欢咬这种软软的叶子。那我在买植物的过程中，都会特别看一下它是不是安全无毒的，而且目前看到的植物都有活超过3个月以上，当然这种新买的不算。那我在买植物的过程中，当然有养死过一些植物，所以我会分享我的个人心得。我自己觉得植物是可以让家里充满生命力的灵魂软装，而且也不贵。如果你最近也想开始动手养植物的话，那这集应该会对你有帮助哦。那第一个要跟你们介绍的是这一个，它是人善蒲葵，是我去年的6月买的，也是我们家最资深的植物。这一盆植物我是在南屯的花市买的，我觉得这款叶子超好看，它特别有那种南洋的度假风，所以我还蛮喜欢的。那这一盆高度大概有90公分，它可以落地的摆放在角落，我觉得像放在沙发旁边或者是电视墙旁边，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。如果你觉得90公分不够高，我很建议你们可以去买这种花架，就可以把它放上去。那这样子放在矮沙发旁边，就会有那种高低层次感，家里就会更好看，更有氛围。而且原善蒲葵的照顾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从去年6月买到现在，它也完全没有什么虫害。我大概是1个礼拜浇水1次，植物记得都要浇透，不然它可能会烂根。那这个花器我是在 IKEA 买的，它原本的花器是这样子，我放进去这个 IKEA 花器里面，它就会有不同的氛围。我建议你们可以去找找看有没有好看的花器套上去，随便摆放在角落都很好看。
我觉得这个新手友善程度，我给它5颗星，毕竟它是我们家最资深的绿植，养到现在越活越好。你看这里有一个新的要长的叶片，算是新手好入手的绿植。那再来我要介绍的这一盆，它是马拉巴栗。又叫做发财树，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它是水根的，我是在晴美周边的小摊贩买的，我觉得它很好照顾，因为平常的话我把它整根拿起来换水，大概是3天换1次水，放在窗边会吹到风，有一点点的间接光源。大概去年的10月、11月买到现在，也来到我家超过半年了，目前也是活得很好，放在书桌前面，你就会看到它，我就觉得心情很好，我觉得也很适合放在你的办公室摆着，可以帮它换个水，看它就是新长的芽，你就会觉得很疗愈。我觉得有没有招财是其次，养护上也非常的简单，而且又是猫咪友善。我那时候在花市看到，应该50、60块就可以买到1株了，反正也是很推荐大家。那再来我要介绍我们家最高的植物，它应该有180多公分。那它是孔雀木，我是在南屯花市买的。那我当初会选择买它，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枝条长得特别的有艺术，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侘寂风。你看它的叶片是那种羽毛状的，整体非常的好看。那孔雀木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多看几盆，因为每一盆它长的样貌都不太一样。不过我觉得它的照顾难易度蛮高的。首先那时候买了这个孔雀木，不到1个月我就发现它有虫害了，而且我们家又有养猫，所以我只能用那种物理性的方式，只能每个叶片都检查，用酒精去擦每个叶片。毕竟我们家有养猫，我总不可能去用化学的药剂去喷，我怕我们家的猫咪吸到对它也不好。再来是它的浇水，因为这个盆非常的重，把它搬起来浇透是蛮困难的。不过幸好我有买这个，它这个是可以抽出来，我浇透之后我就可以把它拔出来，把水直接倒掉。所以你们如果有想要买这种大型绿植的话，可能要考虑一下，就是浇水方面。再来，如果虫害的话，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有一点困扰，每个礼拜都要擦叶片去检查有没有虫。我觉得新手还是从小盆的开始入手比较好。那时候光孔雀木的话，我好像买3000多元，再加上它的盆器，我是选水泥的盆器，再加上换土的费用，那这一整株呢，我买下来好像要5000多块，价格也是我们家最贵的植物。这株绿植呢，来到我们家其实应该有3个月了，除了虫害以外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还有我们家的猫咪特别喜欢挖这个孔雀木的土，造成我每个礼拜都要去扫地上的土，也是小困扰之一。我也是放在书桌旁边，它也是有间接的光源，可以晒到太阳。那我目前浇水的频率是2个礼拜浇透1次。但这个推荐入手指数呢，我只有给它2颗星，再加上它非常的重，所以浇水要浇透也是不容易，还要买上这种滚轮，你比较好推动。那再来的这3盆就是我这次在旋转花市买的，这个是我自己在家里换盆的，因为我家里本来就有这个水泥盆，我就直接换盆了。我觉得西瓜皮胶草真的超可爱，而且才25元，我带回来应该超过1个多礼拜了。我目前是放在书桌前面，还很疗愈。那叶片就很像西瓜的纹路，我很推荐大家可以买这种水泥盆，因为它比较透气，对植物也比较好，放在桌上就很有质感。再来这个是通天草，其实之前有买过更细一点的，我这次买的是茎比较粗的，因为我们家猫咪特别喜欢啃那种很细的茎，那这个茎比较粗，那时候直接给他们换盆，它的换盆加补土费用总共是60元，我觉得还算合理。那这一株是40元，所以这样买下来是100元。那这个是猫草给我们家猫咪吃的，因为它已经把前面的整个吃完了。那我那时候有问花市的老板是说它其实吃完之后还可以再重新长个2次，所以我等着它再重新长出来再给我们家猫咪吃，因为我们家猫咪真的超喜欢吃猫草，而且旋转花市应该是台中里面卖猫草最便宜的，我之前在南屯买好像要50块。反正如果你们家猫咪很喜欢吃猫草，也可以去旋转花市买哦，经济实惠。那你们虽然看到这些植物都活得好好的，那我也要跟你们分享一些我曾经养过然后没有活下来的植物。第一个是波士顿蕨，蕨类对猫咪友善，所以我有买。我再给你们看一下照片，我把它放在这边，它非常的茂密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家猫咪喜欢啃叶子的关系，波士顿蕨又细细的，我们家猫咪就会一直咬，所以它也没有活下来。鹿角蕨我们家猫咪就不会咬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还是没有活下来。不过我猜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水根吗？因为那时候我买的鹿角蕨是水根的，我听说土根的会比较好活下来。可是我们家的马拉巴栗虽然是水根也活得好好，所以我不确定这个说法对不对。我还养过小的小豆树，因为小豆树的叶片也很小，所以我们家猫咪直接啃掉。小豆树来不到2天就被我们家猫咪连根拔起，也没有活下来。那这些就是我目前养植物的经验咯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。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推荐新手或者是宠物友善植物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咯。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支持我鼓励我咯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